人族，看来是物质生物。这家伙对物质生灵的态度，的确比对待石魔好很多。和神识扫描很类似，但又有点微妙的差别。他们能探查子府吗？这边是魔域，你们在这些石魔的地盘上做什么？路过，各位大佬可否告知你们是什么样的存在？石魔，消灭他们！他们被石魔夺舍了。能对石海精准扫描，你们究竟是什么？请稍等一下，我们并没有被石魔夺舍，这石海中的石魔是被我们夺取思维之后控制住的石魔。参照最高指令，消灭所有石魔，石魔必须死，剿灭目标。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该死，追上他们！报告，天将消失了，扫描后也并未发现他的位置，残片也未留下。什么？难道这几个人族带走了天将？师祖，您神色匆匆，难道这次出去遭遇什么事了吗？我们发现了一支石魔小队，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势力，就是这种家伙。师尊，你是怎么把他带过来的？我在他出招的时候，用镇灵石封了他的魂魄，顺手把他塞进空间里带过来了。这么奇怪的东西，必须得抓一只回来研究研究。这子府是人造的，而且还是后土境，这完全是我们仙界的境界。我试探过，这群傀儡对物质生灵没有太多敌意，但面对石魔的时候，却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攻击性。目前仙界的精锐和顶梁柱几乎都修炼出了自己的石魔分身，如果和他们碰上，恐怕……先将这个消息告诉震天，留一支没有石魔分身的舰队在这里附近的物质位面守着，继续研究遗迹。舰队不要停在虚空中，也不要出去，等我的消息。师祖，你师兄怎么也来了？师弟和月明这段时间一直在帮我找回之前在意识领域流浪那段时间的记忆，试图找那些傀儡的突破口。是什么？师祖看到的那些傀儡，是弟子一手创造的。你创造的？这些傀儡是以仙界的修真体系为基础，并结合符文秘术创造出来的，确实是大师兄的手笔。弟子游走在意识领域边缘时，曾经见过一个不明生物，是他给了弟子创造这些傀儡的灵感，但他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东西并不满意，很快将其毁掉了。我发现这似乎是一种傀儡，制造傀儡的人首先是用某种非常先进的技术制造出了傀儡的动力核心，而傀儡的人造子府，子府内的元婴也是用类似的手法制造出来的。傀儡的内部有一个类似灵台石海的结构，用来存放和保护操纵者的魂魄。也就是说，人造子府相当于一个反应炉，元婴就是燃料，而魂魄就是操作人。傀儡就是这样被驱动的。我检查后发现，这些傀儡元婴的各项数值实在是太过于标准了，无论哪一项都是平均，不多也不少，简直像是某种流水线下来的产品。元婴都能流水化生产了。傀儡内部结构也十分精巧，全方位地领先了仙界的傀儡术，而且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被雕刻上了一个个精妙的符文。说来惭愧，弟子虽然也是符文修真体系，但这种符文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本来这些傀儡的魂魄与元婴没有融合，他们的战斗能力应该比同级别的修真者要弱，但在有了这种符文体系后，他们的战斗能力便远远超越了同级别的修真者。如果能把我创造的修真石魔分身体系和这种符文体系结合起来，有没有可能找到筑基的新的突破口？通过这些傀儡，弟子得到灵感，如果能创造出一种专门针对石魔概念的存在，是不是就能建立起最强的防御壁垒？于是弟子利用那些残骸打造出了针对石魔的傀儡军团。随后弟子制造出了一种名为思维钢印的东西，铭刻在傀儡上，并下达了消灭石魔的命令。
这大徒孙有点想法，比他师孙强多了。去！还有一点，天宫坊解析了那个傀儡的制作材料，结果发现这种材料的元素配比也实在是太过于标准了，不像自然产生，更像是人工合成。天宫坊能仿造这种傀儡的制作材料吗？当然可以，我们已经拓印了师兄的笔记。不过师祖要这材料做什么？创造新的技术。年轻人，我看你骨骼清奇，是个筑基奇才。每周3、周5上午10点传授独家秘籍，别逼我跪下来求你！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我来自丛丛夜色，我藏在哪个角落？别问我究竟为何，我天生主角命格，所以在看不见时，我做我自己。神佛，深海的深海之外，主宰着或被主宰。如果你感到奇怪，因为你走错时代，被钢筋水泥覆盖。谁听过他们自白 ？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有龙露出尾巴来，收起獠牙小乖乖，狐妖就为打节拍，施法术不停摇摆。开场前点个外卖，这是我投胎。